我跟我女朋友认识7年了，当时我在学校也算是校草吧，她一直追我。刚开始的时候我家里边也是不是很同意，我就一直都是在坚持。毕业之后呢，我去当兵了，她拼了命的想尽一切办法来和我取得联系。她复员之后来北京发展，一直在忙她的事业，就感觉就把我放的位置就是很小很小的那种。我承认我找了一个女朋友，比我也大10几岁。做艺人嘛，那个时候她确实能帮助我很多东西。当时知道那些绯闻的时候，心里边真的特别特别难受，那种感觉无人诉说，因为当时这条路是我自己选的。说实话，我挺爱她的，特别喜欢她，因为她对我真的是特别好。我现在我就想过一个正常人平平静静的生活，如果他给不了我那样的生活的话，我宁愿什么都不要。用我的温暖胸膛。我厌倦了你的绯闻缠身，你应该只属于我一个人。这样一对情侣在这个现场，他们会走出怎样的爱情前路呢？来，掌声有请。男主人公秦逸天25岁，来自山东歌手，收入不定；女主人公香晨26岁，来自河北唱片公司经济部主管，年收入22万元。来，有请两位。欢迎两位哈，一个山东人，一个河北人，怎么就在一所高中里读书呢？因为那个时候是我转了学复读，借读到他学校去了。在小片里说他玩着命的追你，怎么个追法？我们知道，玩着命的追还不知道怎么追。当时我就是天特别冷嘛，然后给他买了一件毛衣，然后就站在他的宿舍楼下等他。啊。然后应该等了将近2个小时吧。啊。当时天上还下着很大的雪，然后就。在学校的时候嘛，然后我们的一般伙食肯定不如在家里边嘛，然后我就自己想着法的去给他做吃的，然后给他送去。高中就这样哈？那时候应该真是我能有的，我几乎就是全都给他了。啊，后来他去当兵了是吧？对。应该战友很羡慕你哈。几年之后我就转业了啊，可能是时间冲淡了这份感情吧。当然见他的第一感觉就有一种距离感，而且不好意思跟他讲话，就感觉特别尴尬。到后来就是说为了自己的事业发展嘛，然后我就选择去了北京，然后就在北京唱片公司里面一直忙着就做自己的歌呀，到处宣传，跟他见面的机会会越来越少了。后来你开始了一段新的恋情是吧？现在的网络挺发达的嘛。有时候我不去关注那些东西，我的一些朋友啊、家人啊会打电话告诉我，哎，你今天有没有看新闻？怎么样？我说怎么了？他说你赶紧打开电脑看一下，那人是不是你男朋友？我们现在就把电脑打开看看是不是你男朋友哈。我也看了一下，来，我在准备这个节目的时候上网搜了一下，说这个照片旁边那位女性朋友是一个上市公司的执行董事，是姚明教练的女儿是吧？大你多少啊？16岁，姐弟恋哈。当时就是因为我们2个特别有共同语言。什么共同语言？就各个方面都能聊得来。然后到后来。就因为他有钱吗？这跟钱没有关系。肯定有关系。如果他是一个穷光蛋的话，你会跟他有共同语言吗？后来怎么跟这位女士分手的呢？接触时间长了久了之后，就感觉到真的就像家人说的一样，不适合我。因为我年龄太小了。然后到后来自己静下来的时候想一想，还是江晨对我最好，所以这样才分手了。又回来找他。我可能看到他心就比较软吧，然后就又同意跟他在一起了。这就好了，又在一起了。那么今天为什么到这儿来呢？在一起了之后，事情还是没有断。有时候偶尔半夜干嘛的，就会接到一些陌生女人打给我的电话。说哎，你男朋友现在跟我在一起呢，怎么样的？我几次就是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几乎就睡不着，一夜就这么过来的。他们怎么会有你的电话呀？这样我就不知道了。这个事儿你怎么解释呢？我不需要任何解释。凌晨3点的时候，你的手机响了，是我打给你的。小秦啊，你女朋友现在跟我在一起哦，她需要做解释吗？她好像就不考虑我的感受。我根本就不会相信，所以说我也不会去问。好。那你心里边没有一点的波动吗？那只能说明你根本就不爱我。我自己心里面我很自信的一个人啊。你自信，我很有主见，我很有主张。自信跟感情是2码事儿。你信他吗？这很重要。说实话，我如果不信他的话，我也不可能跟他走到现在。但是一个人就算是再信任他，1个人说、10个人说、100、1万个人说的时候，你的
心理防线就会崩溃的。他有给你做过解释吗？还是就像今天这个态度一样，说我不会做任何不会解释，他从来不会跟我解释任何一件事情。我从小到大就这样。我不会跟任何人解释。他不会为任何人改变，这就是他的错误所在。就像刚才说是比我大16岁那个，我只要做我绝对会承认。如果没做过的，我就感觉你不要去相信外面的人。你当时为什么不跟我承认呢？你跟谁啊？啊？跟我就要首先要信任我。但是为什么有时候给你打电话10次有8次是你助理或者经纪接呢？都告诉我他今天在演出，首先我要跟你讲一点，我是身不由己的。娱乐圈里边的工作本来性质就特别特殊，每天忙完都是半夜3点或者4点钟。然后呢，我看到电话了，然后我也不忍心再给他打。其实我做好了这个，不也就是为了将来吗？我爱不爱他，其实心里很明白。他以后成功了还会跟我在一起？谁能保证？我能保证。你能保证？只要你家人不再攻击我，只要你家人能接受我，绝对没问题。你家人攻击你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反驳呢？你为什么不做小样子给他们看看？你们家人攻击他什么呀？我小姨在现场。啊，小姨在啊。你问一下我小姨。说什么呀？他们俩那个搞对象，我一直就不同意。我们是干部家庭，我们孩子从小都受过高等教育。他就是一个唱歌的，他一天到晚就想唱歌。唱歌的怎么了？我妈也是演员，我们家就是演艺世家，怎么了？我们家第一不偷人家，第二不抢人家，第三凭自己的努力劳动来赚钱，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一天到晚都是绯闻，我们受不了这种。绯闻怎么了？作为一个艺人的女朋友，这点心理准备应该是能接受的。就因为你干这个，我们就不同意。小姨别急啊，先不说了啊。不管小姨说的怎么样，你要真喜欢她的话，至少给小姨得留点面子。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来看待。真心丘比特问卷。杨明洋，对于这段感情你怎么看？你觉得他爱你吗？以前我觉得他挺爱我的，但是现在我不敢保证，因为很多事情让我太伤心了。那你为什么不跟他分手？舍不得，毕竟7、8年了嘛。我也想过放手，但是放手之后，我真的特别难受，那种感觉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很明显，在这一段感情里面，你处于下风啊。所以我一直想努力的对他好，然后就让他努力对他好，那是你在付出啊。你现在是要他对你付出。自始至终，我在观察他的身体语言，他始终不愿意面对你，他的整个脚都是我们人类在面对恐惧、面对这种威胁的时候那种逃跑的态度。因为我受过伤害，我有过阴影。你有过阴影，那跟这个爱情有什么关系？那肯定有关系啊。那你口口声声，一般的阴影不都是因为爱情所引起的？那你的口口声声说你还爱他，那爱的是什么？爱是爱，阴影是阴影。因为我曾经是很爱他，现在也爱他，只是淡了一些。为什么淡？就是因为这些阴影。可是你要知道，我不敢再提起很多事情。可以，你不用提任何的事情，但是你会给我们一个感觉，你是一个很乱的人。不仅你的生活混乱，你的思维都很混乱。我一点都不乱。你根本不清楚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我比你都清晰得很，我一点都不乱。你是有可能你清晰你最后要什么，但是你不清晰生活底线到底是什么。你至少给我一个感觉，你是一个没有生活原则的人，没有道德底线的人。我怎么没有道德底线？你刚刚在这口口声声说，对，我可以承认我就爱上谁，我就是那个时候可以抛弃你，这是道德吗？没有，我没有说过。因为那个时候我说过我年龄很小，因为高中嘛，我根本就不懂那些事情。所以说呢，到后来呢，我在没有跟他任何承诺，我已经跟他分手的情况下，你跟别人好了，可以主张自由恋爱。好了 ，OK， 可以，你跟别人好，可以主张自由恋爱，你可以主张自由恋爱。好，你跟人家分手了以后，那你跟别人分手以后，你干嘛捡他呢？我也有权利再追他呀，对不对？你是追吗？这个归根结底，其实就是刚才冰洋说那个问题。那你活该哦。他想跟他好，他就好了。他回来再找你的时候，你还愿意接受？我承认那一次呢是我犯错了。回过头来之后呢，我就向他认错了，而且很深刻的一个检讨啊。他如果以后再犯错，你能接受吗？如果他不犯这种原则性的错误，我想我会原谅。我说的就是原则性的错误。不会了。刚刚秦毅天使您说过一句话，你就要适合艺人的生活，你就必须要接受艺人的生活。我真的不清楚什么是艺人的生活。我是说他要理解艺人的生活。理解艺人什么生活？你就可以有绯闻，就可以闹绯闻，闹绯闻是很正常的，很应该的。那是正常的人的生活吗？不是。很多绯闻是我自己身不由己的，好吗？这个不算什么新鲜事儿。美国的很多艺人在造星的过程当中，绯闻是一部分。闻是什么？道听途说，没有事实构成，我们认定它为绯闻。可是小秦，你看啊，你现在所谓的这个绯闻事件，第一，确有其事，确实恋过，确实爱过，
这不是绯闻吧？刚才我不说了吗？我以前已经承认过这个错误了。第二，现在的问题是，也许你有一些演艺上的需要，要造星吗？要给一些绯闻，要给一些关注吗？也许有这个需要 ，OK， 没问题。她是你女朋友，你要不要跟她沟通？这恰恰是一个重点。我为什么说我的阴影呢？就在这个地方。什么叫女朋友？是一个很体贴你、真心对你好的人。他从来没有鼓励过我的事业，一直在反对。如果我不鼓励你，我现在会站在这儿吗？我早就跟你分手了，我家里本来就不同意，你知道。小琴，我问一个问题哈，如果你的公司需要，换而言之说，我可以把你捧成一个某种形象的艺人，但是你需要结婚，你需要离婚，你还需要结婚，你还需要离婚，你会做吗？我不会。你觉得你会？不会。好。他说他会为了事业付出一切。那我也有原则呀。你的原则就是出名。我觉得小江作为一个女人来讲的话，付出不等于回报，在爱情方面尤其突出。为什么？第一个，你付出的人可能是错的，所以你得不到回报；第二个是你错误的付出的方式，你也得不到应有的回报。反过来说，你的男朋友表面上看起来挺大男主义，如果我们都说你不是艺人的话，等于捅了你一刀子一样。我知道你热爱你的事业，但是你的刚才情绪反应也恰恰说明了你的内心因为受伤害而感觉到自卑或者不舒适。我觉得你实际上不是很爱你的女朋友，你只是需要你的女朋友。我这里有幅画呢，是你自己画的，这里的一只兔子呢，其实代表着你的女朋友，放在车上，你说是用来卖的，可以代表一个观点。你对于我感觉你的思维非常有问题。你简直是荒谬可笑，我不想再听了。这个开国际玩笑，谁家那兔子？当时那编导说让我画一只兔子，听我说好吗？说做一个这个心理测试，还没说完。我根本就不，你说从哪个角度说兔子代表我女朋友弄到车上去卖呢？这些话是你第一反应画出来的，肯定是代表你的心理啊。哎，于老师，我听听怎么兔子就什么意思？这里边代表的是好奇啊，对，代表的是情人或者爱人啊。一个价值观是说明他对于事业的重视要远远高于对爱情的重视。OK， 这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不管他是怎么样的人，但是人生和道路是你自己选择的。我明白。所以说你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你不要去责怪对方，你不要说，哎，你为什么不打电话给我？你为什么不对我好？你改变自己吧。所以我忍了这么多年。你改变自己不是比改变他来的容易吗？如果有一天我改变了的话，我们俩肯定不会在一起，因为你改变的话，因为我之前的性格，我演出我都不接了，我退出娱乐圈我都可以。行了，你别在这儿说什么大话，没意思，真没意思。我首先为什么不愿意跟你在一块儿？现在讨厌甚至反感是为什么？第一，我每次回到家，我的私人空间、我的电脑、我的手机信息，他都会偷看。我为什么会这样？侵犯我的隐私权。甭管怎么样，但是首先你要尊重我，你懂吗？我会这样吗？我是被你逼的，你知道吗？第二个，威胁我，没事呢，人家就跟我讲，晴天，你给我写一个保证。我说写什么保证呀？不能跟女生说话。不能跟女生单独出去，电话不能关机。如果你触犯了任何一条，必须要给我100万或者说50万，然后还让我签字，还要拿到版权局去公证。你问他，我们家的那种不同意，他就一直在对你问他，那我们家倒同意，你问我弟弟。其实呢，我哥，我承认，他挺喜欢他的，但是在我的角度上，我不喜欢他。我哥长得挺帅气的，而且在娱乐圈，好的女朋友很多，追他也很多，他根本配不上我哥。还有就是他特别的势利。我势利会跟他在一块儿这么多年吗？他有钱吗？我家里给我介绍多少有条件好的？你可以问我小姨。你是追的我哥，不是我哥追的你。对，我追到他就犯罪了吗？就是必须忍受所有的东西吗？就当时看他长得帅。小姨，我这么跟你说吧，其实我俩不是说1年2年了，时间很长了，这个都公认的。你们去站到我的立场去想想，每次回到家有女朋友，都是互相说心里话，我跟你说，你跟我讲吗？我每次问他，他都跟我说，哎，你别烦我。我去上洗手间的空，我那电话都翻一遍了。只要未接电话没显示名或他不认识的号或不认识的名，他都会记下来。等我走了之后，用另一个电话给人打，问到底你是干什么的呀？你家是哪的？你认识晴天吗？啊，多长时间了？你干嘛了？他就有点变态的那段时间我都抑郁了，你知道吗？你也是发生的时候，我怎么过来的？但是我感觉就是溺爱，
就是有点变态的爱，太爱了，我受不了。做过对不起他的事儿，知道吗？所以他就翻。我半夜接到陌生电话，我摔烂过几个电话，你知道？你可以去问我妈。那我如果每一个恋人接到电话都特别安静的话，你觉得不是有问题吗？我特想知道哈。如果说你不相信我的话，别吵了，都这样了，干嘛还在一起啊？江晨，我想请你注意一点，你可以看看秦一天今天在整个场上的表现。第一，他是否会作为一个合格的艺人，出现给我们一个良好的公众形象？第二，他是否有真的爱你？公众形象我今天我都没想要，我不说了，我今天在全国观众面前呢，我也豁出去了，我也不怕什么，我只要不压抑了，我活得痛快舒服，我怎么着都行。我这么多年憋屈死了，你知道吗？那你想过我压抑吗？我有多压抑，你知道吗？咱现在我都已经。他每次出去从来不带我，他好像就是很怕别人知道他有女朋友来影响他的事业。我为什么不带你？就说去我家吧，你见了我妈，见了我爸，你不要你除了见了叔叔阿姨之外，你见了我亲叔亲婶儿，你叫过什么吗？对啊，你表面上是这样说。你走了之后，我叔都找我说你这女朋友这是女朋友吗？你知道他心里边怎么想的吗？他怕说别人说他有女朋友会影响他发展。是这点我承认。对呀，对这方面呢，我确实有过保密。80%。但是这个呢？可能说我跟你道歉，但是最主要的就是你礼节礼貌这一方面，你太傲气了，可能跟你的家庭出身和教育有关系。这礼貌，家庭出身怎么的？这个手指指来指去的，这也叫礼貌吗？我不指，他看不见我说谁啊？你刚才不也在指吗？你看你现在的态度，我已经疯了，我就是疯了，我崩溃了。行了行了，江晨，你觉得这样你能幸福吗？你们两个如果要是这个样状态的话，偶尔可以。如果在家里面，给你们提个建议，好吧？这是建议，你们俩都应该注意彼此的倾听能力。好不好？对，我们后来就是到了那种谁也看谁不顺眼的那种。现在也是这样。我把话说完。第一点，两个人彼此要注意倾听能力。第二，没有改变，只有接纳。如果说期待着对方改变的话，太遥远。能不能接纳？接纳牵手，不能接纳的话，不要尝试去改变。你改变不了对方。《非诚勿扰2》里面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叫婚姻怎么选都是错的，长久的婚姻就是将错就错。如果你能将错就错，就错下去的话，也许你的生活还能幸福。但是到今天为止，至少让我们看到你们双方都不能接纳对方身上那些缺陷或者缺点。所以如果与其这样，不如两人干干脆脆分开，各自寻觅各自需要，来得更好一点。何必非得纠缠着让他变成你想要的样子？人家是宁拆一座庙不破一桩婚，你这今天是来拆我们的吧？你们每个人都不了解，这个鞋穿到脚只有自己知道舒不舒服，对不对 ？OK， 好。所以说我说过，我也很爱他，他也很爱我，只是他真的就太过分的那种爱。我来问你几个问题好不好？一，这鞋你穿的舒服吗？我一点都不爽，我不爽，不爽为什么你们还要穿？但是我爱他呀。你有受虐倾向吗？无爱乎于两条路吗？第一条路是把鞋子给扔了，换双鞋嘛。他每次说话都那么冠冕堂皇，你知道吗？我就受不了。我的问题你可以提出来，我可以改正，啊，尽量满足你。然后呢，但是你必须要改好几个毛病。第一，你家人必须得尊重我、接受我。第二，你以后绝对不能触犯我个人的隐私权。第三，无论对待我、对待我朋友、对待我家人，都一视同仁。都要有礼貌礼节。你听到了吧，评委老师？他每次都是说话之前都是说，你要是想跟我在一起，你就要怎么怎么样。那你想跟他在一起吗？能接受你就跟他在一起，不能接受就分。我们说的这些可能都是正常的评论。你说我要疯了，我要崩溃过好多次了，对吧？那是你自己选择的。还是那句话，你该。就像说他一样，哎，又来了。我听他说话，我现在你听他说话，你都烦，你还非要跟他在一起？我是太重感情了，你知道吗？我也知道这样做没有你们俩有什么感情啊？毕竟7、8年，你就是养只狗吧，你还有感情，更别说一个大活人啊！这话说的真难听啊，姑娘。我们所有人都是凡人，我们经常在以爱之名伤害本应该我们更多去关注和关心的人，不要再去互相伤害了。来，黄金60秒。你先说吧。其实这么多年了，我也确实是很爱他，不然不会走到现在。我也知道他也挺难的，在没有钱、没有什么背景的情况下走到现在。但是有些事情他做的，我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生气，已经触犯了我的道德底线了。所以今天才会站在这里。我对你该做的也做了，不该做的也做了。我真的不知道你到底想要的是什么。我想要的是一个正常人的生活，我想要的是一个正常的女朋友。我现在不想跟你吵了，真的。好了，不说了。我不说了吗？如果说两个人在一起能得到家庭的认可
和幸福。我不愿意做一个很自我的一个人。假如说因为我自私的跟你在一块儿了，然后两个家庭都闹得四分五裂的，我感觉没有必要。完了哈，听明白说什么了吗？听明白了。来，两位请回吧，谢谢你们。来，请回。请官们，大家拿起手里的表决器，你们觉得这样一段感情你们看好吗？请你们来选择他们是订婚还是分手。来，请选择。现场69.70%的观众朋友选择了他们应该分手，这是大家的一个态度，觉得他们俩好像已经不再合适了。我们一起来数5个数，看看他们个人的选择。来，5、4、3、2、1，请开门。我在想，很多人说你们怎么老在拆呀？我说有些东西啊，不是拆和不拆的问题，他们真在一起，你看着他们受罪，你忍心吗？我相信这个结果，大家的掌声已经说明了太多问题了。